天哪，这3只手哪只是丧尸的手啊？走，找我弟去。小雨，你看下这个视频。仔细观察，最左边的手露出了骨头，中间的手好像被什么动物抓伤了，最右边的手少了中指。你知道哪只手是僵尸的手吗？哪只手是僵尸的手？这些手看起来也太吓人了吧！不过东姐那双手啊，我觉得它应该不是僵尸的手，因为它的手一看就是被动物给划伤的，而且啊，它的血还是鲜红的，所以它应该不是僵尸。那这么说，左边的手很可能是僵尸手了。你看它都惨白了。我觉得右边这只也很像啊，因为它的中指没了，骨头都露出来了。但是左边的手上面还有不明的血丝呢。对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感觉挺奇怪的。那个血丝看起来好不像正常人啊。那我也选左边这只手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哪只手才是僵尸的手呢？今天呢，又是我们的烧脑智商大测试了，还是一样6道题。点赞呢，咱们直接进入第2题。请仔细观察，2个僵尸正在争抢一只手臂，请问你能看出这只手臂是属于哪个僵尸的吗？那只手臂是属于哪个僵尸的？他俩都是独臂呀，而且他俩少的那只胳膊都是右边的。那这就奇怪了，这只手是谁的呀？不过我仔细看了一下，中间那只手啊非常的纤细，手指呢也感觉比较柔弱的样子，会不会是右边这个女人的手啊？好像是这个样子的呀。那我也选这只手是女人的手吧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这只手会是谁的呢？记得在弹幕上选出你的正确答案。接下来咱们进入第3题。仔细观察，途中有6个人正在公交车站等车，但有1个人却非常诡异不正常，你知道是谁吗？有一个人非常诡异不正常。我知道是谁。是谁啊？是这个穿粉色衣服的老奶奶。你看别人的伞全都是打开的，只有她的伞是半开的，有谁是这样打伞的？真奇怪。但是你看红衣服的那个女孩，她都没有打伞，那她不更奇怪吗？那有可能是因为她没有带伞呀。不然了，我就选红衣服的女孩了。那我啊就选这个老奶奶。小可爱们，你们觉得谁最奇怪呢？那咱们一起来看看第4题吧。仔细观察，桌子上的篮子里有4个苹果，一共有4个人，1人1个。为什么篮子里最后还剩1个？1人1个苹果，为啥篮子里还剩1个苹果？那不肯定有1个人没拿苹果吗？或者有可能啊是篮子里有一个本来就看不见的苹果。你说的也太扯了吧！图里面都已经说了总共有4个苹果呀。那他也说了每人都拿了1个呀。那为什么篮子里还会剩1个呀？这道题啊真的是太烧脑了，我感觉智商没有120开不出来。对呀，我也觉得好难呀。小伙伴们，你知道这篮子里为什么还会剩1个苹果吗？那接着再来看看第5题吧。仔细观察，图中有3个小孩子，1号坐在地上吃着手指，2号看着架子上的玩具，3号用牙齿咬着玩具。请问谁是狼人的孩子？谁是狼人的孩子？这还用猜吗？那肯定是最左边的那个小孩啊！你看他浑身都是毛，一看就不是人类的后代啊！但是最右边的那个小孩也有嫌疑啊！你看他喜欢咬东西，这不很明显的狼人特征吗？对耶，他把那个娃娃的头都给咬下来了。可是我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最左边的更像狼人的小孩。反正我就确定了，我就选最右边的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是左边、右边还是中间呢？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啦，那就一起来看看吧。这间宿舍里，孩子们正在睡觉，可是这里却经常丢东西。聪明的你知道谁是偷东西的小偷吗？谁是小偷？他们5个都在睡觉，哪能看出谁是小偷啊？但是你看1、2、4，他们的被子都是半掀开的，只有3和5被子是老老实实盖好的。那也就是说，这1、2、4当中有1个人很有可能刚刚才从外边回来。那有可能他们是同伙作案啊？不会吧？难道这1、2、4都是小偷？我觉得倒有这个可能性哎。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小细节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判定小偷是谁的重要线索。什么线索啊？那我肯定不能告诉你，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细节？接下来呢就是揭晓答案的环节了。今天啊，咱们先从第2题的答案开始看。手臂是属于左边男人的，因为他胳膊断掉的伤口比较平整，而女人的伤口则是锯齿状的。你猜对了吗？原来是通过这个来判定的，这我还真没看出来。这个细节啊真的是太小了，不是很细心的小伙伴们肯定都没发现。所以屏幕前的你猜对了吗？再来看看第3题的答案。是这位红衣女士，她既没有打伞，衣服也没有淋湿，太诡异了。我这是猜对了呀！原来真的是这个红色衣服的女人啊，其他人的脚底下都多少有点雨水，只有她浑身上下一点都没湿。难道她是个 IP？ 小伙伴们，你们发现了这个女人的诡异之处了吗？那咱们再来看第4题的答案吧。正确
答案是最后一个人连篮子拿走了。原来是这样，他连篮子一起拿走的话，那篮子里不就刚好有个苹果吗？这个真的可以算是脑筋急转弯啦！要是脑子转不过来，还真一下子想不到。有没有猜对的小伙伴们，在屏幕上扣一波666，让我看见你。赶紧来看一下下一道题是什么答案吧。2号是狼人的孩子，因为2号的脚长和狼人一样。这个细节我居然没有发现啊！这么一看，它确实好明显呀！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左边的小孩和右边的小孩身上了，对，我也是，完全没有注意到中间这个小孩的脚掌竟然是狼爪啊！答案都摆在我们眼前了，可是我们都没看见。那么第6题到底谁是小偷呢？一起来看看。1号是小偷，因为他睡觉却穿着鞋子。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小细节。原来你早就发现他穿着鞋子了。等问一下，有谁晚上睡觉是穿着鞋子睡觉的？穿着鞋子睡觉，那肯定只有一种情况，说明这个人他肯定不是来睡觉的。他不是小偷，谁是小偷啊？小可爱们，这道题你猜对了吗？对啊，我们还剩一道题没有公布答案呢。就是咱们开篇的第1题，到底哪只手是丧尸的手？这道题啊，我们先给大家留一个悬念。知道答案的小可爱可以把你们的答案写在评论区。这二傻怎么在金字塔里迷路了呀？他该走哪条路才能逃出去呢？走，找地去。小雨，看一下这道题。有一天，倒霉鬼在金字塔里面迷了路，他走哪边才能跑出去？这走哪边才能跑出去呢？左边是个吊死鬼，右边是个木乃伊。那为啥不从中间的洞钻出去呢？你想想啊，万一这中间的洞底下是万丈深渊，那岂不是会摔死？那就只有左右两边2条路可以选了。我觉得啊，应该选左边。那我就跟你相反，我就选右边。左边的这个木乃伊被吊着脖子，他就算是复活了，也来不及追上去。木乃伊他不是干尸吗？他应该也不会动才对。小伙伴们，如果是你会选择从左边逃还是从右边逃呢？是我的话，那我就选择从梦里醒来。今天还是一样，为大家准备了6道智商题，我们会在视频结尾给出答案。我们继续来看第2题。注意观察，4个人在超市里买完东西以后排队付款，其中有1个人竟然偷了的西瓜，那么是谁呢？谁偷了西瓜呢？我感觉是第1个人，他把西瓜放在肚子里，假装成孕妇。你再看他的表情，好像在捧着很重的东西。你这么说都是有点道理啊。中间那2个人都是拎着个袋子，如果说他们是小偷的话，他们不会把东西放在袋子里的，他肯定是藏起来的。所以我觉得中间2个人也不太可能。背后那个大叔也有点可疑，但是他捧的是个足球啊，总不可能把西瓜藏在足球里吧？这足球的价格可比西瓜贵多了。所以最终的答案应该是第1个人。没错，我也选第1个人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偷西瓜的人是谁呢？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弹幕上哦。咱们来看第3题。注意观察，地道战里谁更倒霉？地道战里谁更倒霉？这个图得稍微放大一点来看，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、5号、6号、7号、8号，我觉得最倒霉的应该是1号吧。你看他后面那个人拿了一条蛇，那条蛇就快咬到他的脚踝了。我觉得最倒霉的应该是3号，他都已经失足掉下去了。所以到底是1号最惨还是3号最惨呢？纠结了一下，我还是决定选1号，因为万一那条蛇是毒蛇啊，那他被咬了岂不是会没命了？但是3号就不一样了，那底下可是水啊，那掉下去还能浮起来呢，说不定还能捡回一条小命。那我就选3号了。那我选1号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几号是最惨的呢？咱们接着来看第4题。很久以前，一位公主被锁在50米高的一座塔中，她身边有一条25米的绳子和一把剪刀，她怎么才能逃出去呢？首先啊，这个塔是50米，但是它的绳子只有25米啊，就算加上一把剪刀也不够呀。我觉得他可以把这个窗帘给卸下来，然后撕成小布条接起来，说不定正好就过50米了呢。屏幕上只有一根绳子跟一把剪刀，没有窗帘这个选项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我这怎么想我都想不出来呀。所以你要是那个公主，你就逃不出去了。哎，可以这样，他先用那个绳子加到25米的地方，然后再顺着树爬下来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是它的周围也没有树呀，那该怎么办呀？那就只能悬在半空了。实在是想不出来有什么解答方法了。小伙伴们，如果是你会怎么做呢？这道题答不出来不要紧，咱们再看下一题。有一个国王制造了一个迷宫，上面是大石头，下面有4个瓶子，石头砸下来会砸到几个瓶子呢？这还用想吗？石头砸下来肯定会砸碎4个瓶子啊，因为这个地道里有4个瓶子呀。我跟你想的不一样，我觉得他可能只砸到1个，那个铁球砸到紫色瓶子肯定就卡住了。不对，他肯定会弹上来，再把其他瓶子都给砸碎的。一看你物理学的就不好。反正我不管，我就选4个。小伙伴们跟着我选，绝对没错。小伙伴们别听他瞎扯，跟我选才是正确的。你们别听他说，就凭着自己的感觉选。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今天的终极上脑题。观察视频中男生宿舍里有几个幽灵？聪明的你能看出来吗？
有几个幽灵？我数一数啊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，第6个幽灵啊！哪有那么多幽灵啊？我怎么看不见？你仔细看床上那个红色衣服的，他肯定是一个幽灵。隔壁床有一只手伸出来，那也是个幽灵。上面还掉了2个黑色蜘蛛，那个蜘蛛肯定也是幽灵。这就已经4个了。地上那个忽闪忽现的，那是第5个幽灵。还有3号床上面坐着的那个人，你看他低着个头，看起来就像个幽灵，他就是第6个幽灵。有没有可能他们4个只是坐在床上而已，他们并不是幽灵啊？但是他们的姿势也太诡异了吧！2号床的那个男生都被他们给吓坏了。哎，等一下，2号床的墙上有一幅图，我看见了，上面画了一个披头散发的人，说不定啊，那也是一个幽灵。如果再加上这个的话，那应该是有7个幽灵啊。不对，我觉得根本没有这么多，肯定有一部分是真人假扮的。所以到底有几个幽灵呢？我不管了，我就选7个。那我就觉得画上的那个才是幽灵啊，我选只有1个幽灵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有几个幽灵呢？记得分享一下你们的答案哦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公布答案了。点个赞赞，来看第一题。答案是右面，因为右面是个僵尸。对吧？我说的对吧？木乃伊就是僵尸，他肯定不会动的。这么一说，我发现左边的那个吊着的人，他的2个脚上还有鲜血，所以他应该不是僵尸，而是刚刚吊死的。怪不得他一直动来动去的。这道题真的是细思极恐啊！咱们来看第2题的答案吧。答案是4号，他把西瓜藏在了皮球里，还真是个人才呢。真被我说中了，还真的藏在足球里啊！这足球应该比西瓜贵吧？大哥你在想啥呢？怪不得说他是个人才呢。小伙伴们可千万别选他哦，咱们得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啊！接下来再来看第3题的答案。4号更倒霉，因为3号不小心把他的线子拉开了，不一会儿就爆了。这个细节也太难发现了吧！无妨他根本看不见呀，他竟然把他的炸弹引线给拉开了，真的是个猪队友啊！小伙伴们，你们发现了这个细节了吗？要是这么小的细节你都能发现，那你真的是太厉害了。咱们继续来看答案。看，他把绳子从中间剪开，接在一起，正好50米，成功的逃出去了。还能有这种操作呀？万一他的绳子很细怎么办？对呀，那剪开不就更细了？那岂不是会断掉？小伙伴们，如果你们是住在高层，可千万别用这个方法哟。还是走电梯吧。继续下一题。答案是会砸到2个瓶子。对呀，我怎么没发现后面还有一个球呢？这为什么会砸到2个瓶子？我想不明白呀。一个球砸到 B 以后，就会在 B 的坑里停下来。我知道了，所以 B 的那个坑被第一个球填平以后，第2个球就会直接下去了。然后就会直接砸到 C。砸到 C 以后，由于缓冲停了下来，所以就没有继续向前，那么 D 也就不会被砸到了。这道题设计的有点复杂，能猜对的小伙伴们智商都挺高的。那么最后一道题到底有几个幽灵呢？咱们还是一样留个悬念，大家把答案写在评论区，我会给答对的小可爱们一个一个点赞的。赶紧去评论吧。